嗨，我是肯。我刚刚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以前 Android 厂商最喜欢做什么？告诉你为什么不要买 iPhone， 告诉你 iPhone 哪里不好，然后疯狂 PK 对方。但是一个你跟我都知道的品牌 Honor， 今年的方向完全不一样。他没有要你离开 iPhone， 他反而在研究，如果你有 iPhone、MacBook、AirPods， 到底还能不能用 Honor？ 结果我自己研究了几天之后，我发现好像真的可以，而且甚至有一些地方是比我想象中更夸张的。今天就带你们看2个 Honor 的新品，首先是这个 Honor Magic Pad 4， 还有这个折叠机 Honor Magic V6。就如果你本来就是 Apple 用户的话，这样这一集你们一定要看。所以问题来了，如果我已经被 Apple 生态绑住，要怎样换其他产品呢？以前的答案通常都是很麻烦，但是 Honor 这次直接专门来解决这个问题，它把苹果的生态打破了，然后接进来。第一个离谱 ，iCloud 直接登录。第一个功能，很多人应该会很有共鸣。iCloud 以前 iPhone 换 Android 最痛苦的就是照片、文件、工作资料全部都在 iCloud， 但是现在我发现 Honor Magic V6 竟然可以直接登入 iCloud， 而且不是那种钻漏洞啊，开第三方网站才开到那种啊。是真的直接在文件管理器里面看到你的 iCloud 文件夹。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有点 what the hell， 我拿着明明是 Android， 但是开着的却是 Apple 的 Cloud 资料，包括高清的照片、你的排列、下载体验都跟 iPhone 原生 Files App 高度相似。意思就是讲，如果你平时习惯把文件放 iCloud， 你从 iPhone 你搬去 Android， 你就会方便很多。出差的时候你突然要改 PPT， 你不用回家找 MacBook， 你直接打开你的 Magic V6 就能够处理到了。第二个离谱，当 MacBook 的副屏 Magic Pad 4跟 Magic V6 都可以成为 MacBook 的副屏，你们看。而且重点是无线，不用 cable， 不用转接线，只需要连同一个 WiFi 就可以了。我脑海马上出现一个场景，我平时剪片的时候，左边剪映，右边我的稿，再开一个网页查资料，我永远觉得屏幕是不够用的。这时候你只要到了一个 app 就可以了 ，Honor Workstation App。在 MacBook 上面download，直接把平板变成 Second Monitor， 看的东西更多了，效率 up 了几个 level。拔掉之后，它又变回是一个平板哦，两用啊。第三个离谱 AirDrop， 但是在 Honor 这边呢，它叫做 One Tap Share， 简单来讲就是2个碰一下就可以把文件传过去，不用 cable， 不用开 hotspot。比如 Magic V6 拍的照片要传过去，碰一下 iPhone 的顶部或者是 MacBook 就传过去了。官方数据讲1GB 影片大概25秒就 send 完了，来看一下是不是真的先。所以如果平时你拍活动，你拍 Reel， 你拍 TikTok， 你拍婚礼都好啦，这个功能就真的会很常用到。一拍完内容，直接用最快速度把素材丢给客户，搞定。第4个离谱 ，AirPods 竟然还能这样，越来越夸张了。通常 AirPods 连接 Android 可以听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仅此而已。但 Magic V6 不一样哦，它主动降噪保留，它通透模式保留，自动暂停保留，甚至 Find My 功能还可以继续用啊！可以讲是几乎所有 AirPods 专属体验完整保留下来。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有一副 AirPods Pro 的话，你不用担心你的 Android 用不到，因为很多苹果用户最怕就是他换了去 Android 之后，之前买的全部苹果产品都变成废物了。但是至少在 Honor 这边，它帮到你。第6个离谱，通知同步啊！什么意思？就是说 Magic V6 收到通知 ，Apple Watch 跟 iPhone 都可以收到通知，反过来也是一样。你看啊，现在我连接了他们2台，还有 Apple Watch Notification 就互通了的，无论我看哪一个都能有一样的通知。比如 Apple Watch 震了一下，是 Magic V6 收到 message 我，听起来好像小事情哦，但是如果平时你是习惯用2台机的话，这样他们2个同步了，有几方便你就会知道了。OK， 那我们刚才test了很多 Magic V6 跟 Apple 可以互联的场景，其实有一个是我特别想要讲一下的 Honor Magic Pad 4，因为它超级不平凡，你懂吗？它竟然有 Linux。Linux 是什么 ？OK， 你平时用 Windows， 你用 macOS， 那其实还有一个叫做 Linux， 它是另外一个操作系统，就好像 Windows 和 macOS 的另外一个兄弟。很多工程师啊、engineer、AI 开发者每天都在用它。它更加复杂，但是它能做的东西更多，比如很多网站啊、云端服务器、AI 平台背后都是 Linux， 所以 Honor 在这个平板里面塞了一个叫做 Linux Lab 的功能，让你可以在平板里面运行 Linux 环境。OK， 简单讲，一般 Android 平板走的是 Android 系统，那可以拿来做什么？上网、看 Netflix、看 YouTube、剪片、用 WPS 等等。但是这一台 Honor Magic Pad 4，它走的是 Android
加 Linux Lab， 它是全球第一款真正搭载双系统的平板。除了可以做刚刚讲的这一堆，还可以装软件、写代码、跑 Python、用 VS Code， 甚至部署 OpenClaw AI Agent， 也就是 AI 圈里面很多人讲的养龙虾。它就是全球第一款可以养龙虾的 Android 平板。这些全部通常都是要用电脑才能做到的东西，它竟然做到了。我知道啊，你听到这边的时候，你一定想问，不好意思。但是今天的重点不是你会不会写代码，重点是 Honor 想把 Magic Pad 4做成一台拥有接近电脑的能力，所以放进了 Linux Lab。他想挑战的根本就不是 iPad 了，是 Laptop。当然，普通人98%是完全用不到，但是如果你想用的话，它有吗？然后它的机身也很离谱啦，世界最薄，4.8mm 厚度，重量450g，比 iPad Air 更薄，但是 screen 更大，12.3寸。真的建议大家去实体店摸一下，因为数字是看不出来的，拿起来你才是能真正 feel 到，比很多人手上的平板还要轻。最后必须讲一下屏幕，165Hz OLED 屏，现在很多旗舰平板都还是120Hz啊，但是它直接给到行业第一啊 ，Mobile Legends 能跑165Hz，PUBG 能跑144Hz，打 game 高帧率的时候，顺畅感是真的有差的而且 OLED 本身的色彩表现也是比较讨喜啦，你看 Netflix 啊，看 YouTube 啊，都会美很多。还有2580Hz 的 PWM 调光，2400 nits 的峰值亮度，都是平板里面的第一梯队了啦。处理器也是 top 啊，全球第一款搭载 Snapdragon 8 Elite Gen 5的平板，也就是跟这台折叠机 V6 用的是同一款芯片。多功处理哦，你未来真的想要养龙虾，性能都够你用，因为如果性能不够，你想养都没有办法电池方面是11100毫安电池，讲真啊，很多 laptop 都未必有这样大的电，而且它是快充是66瓦。还有一个很多人会忽略的功能 ，WiFi 器，而且是4000线设计。官方讲最大讯号覆盖距离可以到700米，但是当然不是叫你站在700米那边追剧啦，只是讲它的讯号可能会比一般平板更好一点。然后配件也很完整哦。Smart Touch 键盘持起上去呢，就可以直接进入 PC mode， 可以调节角度。重点是这个触控板哦，左滑调亮度，右滑调音量，还有一键唤醒 Gemini Team。有 Magic Pencil 4S 4096压感，可以系在上面无线充电。按笔的前面可以换模式啊。先讲这一台首销期间是有扣400块的还有2个版本，16+512GB 的话扣了400块是3599就买到了。然后有时候我刚刚讲的这个有 Touchpad 的 Keyboard 还有 Pencil， 12+256 Core 400块的价钱是2999就可以买到，同样有送 Pencil 加 Keyboard， 但是没有 Touchpad 的版本。而这一台 Magic V6价钱就是76997。OK， 总结，其实我自己用了几天之后啦，我发现Honor这次最聪明的地方哦，不是做一台比 iPhone 更像 iPhone 的产品，而是他终于明白一件事情，就是现在的人，2026年代的人，大家都是混合生态的。我有 iPhone， 我有 MacBook， 但是我也想试下折叠机啊嘛，我也想找一台更自由的平板。以前这2个选择常常是要2选1啦，但是现在Honor帮你做决定了，你不需要离开 Apple， 一样可以玩 Android。而且甚至可以得到 Apple 给不到你的东西，不觉得很神奇吗？好了，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喜欢这个影片记得点赞、订阅、分享，然后记得可以留言给我。我们下次再见，拜拜。